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继续来读六祖坛经的进度。上一期我们读到了五祖传法给六祖慧能之后呢，告诉他说呢，善知护念广度有情，将达摩祖师传承下来的这种就是见性的这种顿教的教法，还有呢衣钵的信物呢，流传下去流布将来无令断绝那我们也有提到了，菩萨道的精神就是自觉觉他六祖慧能前半生的生活是一个平凡人嘛，砍柴为生单亲家庭跟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因为《金刚经》的因缘，那六祖慧能就启发了他对自性智慧的领悟。后来来到黄梅县东禅寺，通过了五祖弘忍的认证。后面呢，五祖弘忍将第六代祖师的责任，还有这个心法传承呢，传给了六祖慧能。那他也跟六祖慧能说了一首诗句嘛。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一切有情众生，不论你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那我们有提到了第八意识第八意识当中呢，我们的这些心性细微的种子呢，会牵引我们在六道轮回的这整个过程当中，会牵引我们根据前世的状态，会牵引到相对应的轮回境界。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可能是像《楞严经》那些经典里才会讲的比较细，我们这边只是把重点点出来而已。因此呢，其实包含了我们现在的我们现代有很畅销的书本嘛，就是吸引力法则，就所谓的秘密他提到这个吸引力法则，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说，其实吸引力法则要运作呢，它的因呢，就是你潜意识里生成的信念像里奥纳多拍了那部《全面启动》的电影，也是在讲这个概念就把这个概念拍成科幻电影，就是你潜意识里最深层的那个种子、那个信念呢，会决定你外在环境的显化的状态包含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包含你认为你能做到什么事情，不能做到什么事情，就是一切的东西，一切万法，其实都跟你潜意识的种子的设定有关。那我们也曾经用这个程式语言编程的这个概念来譬喻就是一个程式背后它是怎么运作的，跟这个程式码的参数设定，还有这个程式码的编程的规则是有相关的。所以呢，如果说学过这个电脑编程的人，你就能够了解其实我们的潜意识就像这个程式码，整个程式背后程式码的这些设定和参数一样它会决定了一个人的模式、行为模式。那这个潜意识的设定和人格特质呢，是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记录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层了。所以每个小孩子，你看我们有些风俗习惯，比方说抓周，比方说八字命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古人的智慧。其实它就是暗示我们说，人本来就有一个人格特质，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玩那个《三国演义》啊等等的，刘备、关羽、张飞，是不是他们有武力值、有智力值？好像诸葛亮智力100，张飞跟关羽可能武力99或是98，那刘备可能魅力99、100这样子。就每一个角色，他有一个设定好的数值在那边。那这个东西是设定在哪里呢？设定在后台，设定在程式码的层面。那对于我们真实人生而言的话，记录在我们潜意识第八意识那里面就有记录这些设定。那这种设定呢，就是真正的因，就是在这边。所以有一句话我们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就是凡夫都是等到结果显现了，他才会警觉，然后呢，他才会开始处理。
好的结果跟不好的结果去趋吉避凶。可是呢，菩萨就是大智慧的修行者，他会从内在深层、意识深层就去关注到这件事情最初在潜意识的层面，其实那个因就已经种下了，他找出那个因去改变，那就可以像蝴蝶效应一样。蝴蝶效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西海岸的一只蝴蝶翅膀扇一下，连锁反应有可能造成东海岸的海啸，它就是蝴蝶效应嘛。那其实说我们潜意识的种子就像这样，潜意识生成的种子，就像为什么人家说算命可以算得准一样，它根据你的心性，还有根据大环境的周期变化呢，去计算流年、计算大运等等，其实这背后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可是我们现代人受科学教育呢，对于这个因果规律呢，对于这种心性上还有大环境周期上的变化呢，目前我们的科学教育的系统比较没有很深入的去探讨这一块，所以以至于大家不相信。但是有的人他自己人生的经验还有自己的印证慢慢观察，他就知道说这是存在的因果存在的，而且他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的因都是在于这个人的心性本身。你看人是一个个体，然后呢，社会结构，我们结婚之后成家立业就是一个家庭。那家庭的话就是夫妻两个人，那夫妻两个人的心性又受到原生家庭、受到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影响。然后呢，夫妻的心性呢，小孩子出生之后从小到大观察父母，无形当中受到父母的影响，又传到下一代去了。那这些东西都对于孩子，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性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未来，包含对于做生意、财运，对于工作，其实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我们中国人就是传统，我们非常有智慧的祖宗呢，就是有观察到这些迹象，所以说用各种方式呢，来传承记录这个智慧不管是用易经，还是用这些八字命理，还是说用这些传统文化的经典，其实它都是在，包含道德经也是一样，道德经也有提到这种东西无以观其父啊，然后福物芸芸各归其根啊什么的，他就是有讲到说观察天地万物的运转变化，这样子就能够从这些迹象当中去推算未来。其实这一类的概念这种因与果、心性、内在心性与外在环境的因果关系，其实在非常多的传统文化经典里面都有提到这一点那这边我们把最后面这两句讲完无情亦无种。所以说有情众生都有第八意识的存在，那第八意识中这些设定、这些编程、这些参数，就影响到他的人格特质显现，也影响到他跟外在环境的周期的变化的相对应关系。如果契合的话，就是好，运势好，走运了；不契合的话，就是运势不好，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其实它就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等于是你的人格特质如果跟大环境，比方说现在景气变化疫情后啊，景气不好啊，房地产怎么样，股市怎么样，这是大环境有个变化。然后你本身做什么行业的，比方说你如果做的是电商方面的，那跟这个疫情可能就是契合，那可能这段时间呢，这些电商就发展的比较好。那如果你本身的行业是比方说是餐饮业等等，那在疫情期间的话就生意不好，那就是相克嘛，就是不顺。那中国祖宗只是把这些东西用这些天干地支啊，用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去把它表述出来，用易经来把它表述出来而已。因为所有的变化其实那个古人有观察到这些规律，它有一种循环性，就像我们轮回一样，有个循环性，有一些规律存在。所以说他用数理，就是万事万物背后运作的规律和道理呢，跟这个数学跟这个符号相通，所以用数学去推算，用数学来推算万事万物的周期变化的顺逆境界等等我们现在只是很粗糙的聊啦，但大致上就是这个概念然后呢，再延展一下，就像我们的八字命理，你说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为什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个性？
因为我们出生当下呢，我们地球太阳系9大行星，地球跟太阳的位置，还有整个太阳系当中跟其他银河系当中的星系之间，很多的星球之间有个引力。那这个引力的变化呢，你出生的当下的那个时间点，它在宇宙当中就是有个特定的轨迹。每个不同的时间点，地球的位置、太阳的位置和星系之间的位置都不一样。那这一种微妙的引力的变化呢，对于人的这个胚胎生成的时候，对我们的心性就是会有所影响的。就像最简单的啦，夏天出生的人跟冬天出生的人，那个胚胎的感受就不一样嘛。一个是很热，一个是很冷，所以这是最简单的比喻。那细微的就是说，整个星球之间微妙的引力变化都会对我们的潜意识造成影响。那这是有点延展了。简单来说就是说，其实万事万物都有相关的，只是说你懂与不懂而已。你懂不懂它彼此之间微妙的因果关系？那回到这个诗句的话呢，无情的就是说，你如果说像石头、像金属，它没有第八意识，没有第八意识的话，它就无法去记录这些编程了。就像你没有办法在一块木板里面记录一个编程啊。就像一台车子，你如果接上晶片的话，你就可以用在晶片里面记录一些程式码，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智慧型的运作。但是呢，如果说是普通的石头啊，无情的，就是无情众生的话，它没有第八意识，就没有办法去种下这种，它自然而然就没有这些潜意识里的设定。那它就无法去感召到外在环境的变化，就是吸引力法则。其实我们科学如果慢慢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发现这一点，就是也会印证这一点，就是人潜意识的意念呢，是跟它外在环境是有一种微妙的吸引力关系，有一种微妙连带关系。然后科学会慢慢去研究说，为什么天地会跟人心性当中的潜意识当中会有所呼应，为什么会根据人的意念而去改变它外在环境的境遇？这背后原理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科学还不知道原理是什么，但是佛陀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现象存在。那也很多人去验证这样子，那也有很多人否定，因为他没有印证到，或是他没有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那这种东西就是自己去领悟咯。你如果有观察到，你就相信；如果没有观察到，你就认为不存在。或者是说你就认为说，现代科学所认知的阶段才是你认为相信的，那这是每个人自己去领悟的。所以说这边这段话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说，无情众生啊，草木石头啊，木头啊，他们就没有这个第八意识的存在。那对于所有有情众生来说呢，无性亦无生了。虽然说每个众生潜意识里面的设定不一样，但是呢，其实呢，根据佛法的话呢，一切本自具足嘛，自性本自具足，所有众生的所有的属性，其实都是菩提自性生成的。换句话说呢，一切众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众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个性，能够有这个生命力呢，也是因为有这个自性的存在，所以才有生命力。换句话说，第一个，首先有自性的存在，所以才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就是有情众生，有情众生呢，在根据呢第八意识的设定呢，因此呢有不同的因缘果报，有不同的展现出来的习性和特质，展现出不同的外表形象等等。所以说这句话的话，就是有点讲到说，菩提自性呢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然后呢，一切的有情众生呢，又根据呢第八意识当中的种子不同，你会落入到不同的轮回境界，在这个因地当中呢，就有不同的外境的显现出来。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简单聊到这边，聊的东西有点比较杂一点，那就大家当做参考就好。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咯，那我们就先读到这边，明天见，拜拜。